大家好，我是小丹。蒸馒头不用提前发面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小窍门，保证你做出来的馒头个个都是松软白皙，香甜又劲道，比买的还好吃。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碗中倒入250毫升35度左右的温水，这里千万不能加开水，因为加开水会烫死酵母。加凉水不利于发酵，在里面加入5颗酵母粉，1勺白糖。加入白糖不仅能减少发酵的时间，而且能使蒸出的馒头更加松软香甜。用筷子搅拌均匀，使酵母粉化开。这里大家要记住，无论是蒸馒头或者是蒸包子和面的时候一定要把酵母粉提前给它融化开，这样发出来的面更均匀，发酵的更快。搅匀之后放一旁静置2分钟，使酵母粉和水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接下来盆中准备500克普通面粉，在里面加入1个蛋清，增加面粉的筋性，同时也可以增加面粉里边的蛋白质。先用筷子搅拌均匀，然后我们用调好的酵母水和面，边倒边搅拌。搅拌成棉絮状，加入1勺猪油，下手揉成面团。加入猪油，做出来的馒头会比较香软，而且会更白一些。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就可以了。面团揉好后直接移到案板上，不用发酵，也就是说不用提前发面。多撒一点干面粉，将它揉进面里面，也就是戗面。像洗衣服一样，上下来回给它搓，直到把面给它揉匀揉光。大约揉面10多分钟，大家看一下，揉成像这样光滑细腻的面团就可以了。然后用手按扁，撒上1层干面粉防粘，用擀面杖擀开，擀成一个薄面片。擀好后，在上面刷1层食油，从底部向上卷起来，采用边抻边卷的方式，这样层次会更加丰富。朋友们，视频看到这儿了，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感谢您的支持。卷好后，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把每个剂子两头收口捏紧。再揉一揉，这样组织细腻，紧实有嚼劲儿。给它揉圆，揉成一个馒头的形状。再稍微整理一下，整理好看一点。像这样就可以了，表面光滑细腻。接下来案板上撒少许的淀粉，把揉好的馒头生胚放上来滚上一圈。滚好之后再给它整理一下，在馒头的表皮裹上1层淀粉，这样能使蒸出的馒头表皮更加光滑细腻，并且在醒发的过程中也不会粘连。像这样一个馒头的生胚就做好了。所有的馒头生胚全部做好之后均匀的摆入蒸笼中，中间留一点空隙，这样醒发的过程中不容易粘连。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将水加热到30度到40度左右，不烫手就可以。将蒸笼放上来，盖上盖子，发酵至原来的1.5倍大，这样既能保持适宜的温度，而且湿度也适中。20分钟之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馒头生胚已经醒发好了，个个都是胖乎乎的，并且用手摸起来能迅速回弹，像这样就说明醒发好了。
盖上盖子，凉水上锅蒸，这样能使馒头缓慢的均匀受热，从而更加蓬松暄软。上气以后蒸15分钟，时间到了之后再给它焖上3分钟，稳固一下，避免冷空气进去，这样能使我们蒸出来的馒头蓬松暄软不塌陷。这可是馒头店不外传的秘方哦。时间到了，打开盖子看一下，哇，浓浓的一股馒头的清香扑鼻而来，馒头个个都是雪白雪白的，非常的漂亮。好了，出锅，装入盘中就可以美味的享用了。像这样我们的馒头就蒸好了，非常的蓬松暄软，一点都没有塌陷，像面包一样。掰开看一下，里边全是蜂窝状，可以一层一层撕着吃。刚才尝了一个，真的是特别的好吃，香甜有嚼劲儿。就是不吃菜，空口也能吃上2、3个，真的是太香了，比外边买的馒头好吃多了。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不用提前发面，不需要等待，1个小时就能出锅，省时又省力，新手一次也能成功。如果说发现某个馒头表面有褶皱的现象，说明是揉面揉不到位，从而有水滴滴入，从而导致的，不过不影响口感。这里大家要记住无论是1次发酵还是2次发酵，如果发酵不到位，会形成不松软变硬的。所以说蒸馒头的时候一定要醒发好了再去蒸，不要着急。自己在家做馒头有成就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吃起来也放心。如果馒头一时吃不完，也可以放到保鲜袋里密封储存，避免表面硬皮，第2天吃也是非常的松软。喜欢的朋友就抓紧试试吧。我是小丹，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记得关注哦，感谢您的支持，拜拜，我们明天见。大家好，我是小丹，很快就要过年了，年夜饭餐桌上总少不了一盘干炸带鱼。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道正宗的干炸带鱼，用传统的腌制方法，保证你做出来的带鱼皮酥肉嫩，入味足，营养又好吃。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锅中倒入1碗清水，在里面加入1把花椒，盖上盖子，开大火煮开。煮开后继续煮上2分钟，这样更能激发出花椒的营养。2分钟后看一下，花椒水已经煮得非常浓郁了，用漏勺过滤出来，放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1块生姜，先拍一下，再改刀切碎。切好后放入花椒水里，准备半截大葱，切成葱花。切好后放入碗中，用手像这样抓拌几下，把葱姜里边的汁水抓出来。抓好后先放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几条带鱼，做干炸带鱼大家最好选择国产带鱼。国产带鱼的眼珠是黑眼珠白眼圈的，如果是进口带鱼的话，就是黄色的眼珠或者是黄色的眼圈。国产带鱼有一个优点就是比较薄，如果是进口带鱼的话，它比较厚比较肥，吃起来肉质没有国产带鱼那么细腻，口感比较粗糙。所以说做干炸带鱼我们首选这个国产带鱼。下面我们处理一下这个带鱼，先将鱼鳍用手撕下来，然后准备1把剪刀，把带鱼的鱼腹剪开，把里边的内脏取出来。如果是炖的话，直接炖在里面也非常不错。把带鱼肚子里边的黑膜撕干净，这个是腥味最大的来源之一。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沿着这个脊骨用剪刀剪开，这个里边鱼腥味也是比较大的。先放入清水中简单清洗一下，然后将带鱼的鱼头剪掉不要，因为肉比较少，吃起来口感也不好。家里有猫的可以留给猫吃。我们在买鱼的时候一定要看带鱼的鱼鳃，鱼鳃鲜红的说明带鱼比较新鲜，如果发黑的话就不建议购买了。再用钢丝球将带鱼表面的银膜刮一下，刮干净一些，这样做出来的带鱼更漂亮，并且不脏油，酥脆度也会更胜一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然后将处理好的带鱼用流动的清水充分的冲洗干净。看一下，这样带鱼就被清洗的非常干净了。
然后我们把带鱼改刀切成6公分左右的长段，尽量把每一块都切的大小长短一致。切好后放入碗中，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加入食盐之后可以给带鱼提前入一个底味儿。再加入少许的鸡精，这里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放。1点胡椒粉，少许白糖提鲜，1勺生抽，再将葱姜花椒水倒进来，用手抓拌均匀。这样做出来的带鱼吃起来特别的鲜。放一旁腌上30分钟，让这个带鱼充分的入味，并且能够去除腥味。利用腌鱼的时间，我们来炒一个花椒盐。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花椒倒入锅中，开小火慢慢煸炒。花椒水分炒干之后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1勺白芝麻，继续翻炒。炒至食盐变色，花椒类变成咖啡色，像这样就可以了。全程大约炒了1分钟，倒入碗中，在里面加入少许味精，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放。用擀面杖捣碎。像这样，我们的花椒盐就制作完成了，倒入小一点的碗中。这个干炸带鱼好吃的核心，关键离不开这个椒盐粉。这个椒盐粉也可以多做一点，炸蘑菇、炸酥肉、炸带鱼什么的都可以放。现在这个带鱼也差不多腌好了，准备一个盘子，在里面加入2勺玉米淀粉。做干炸带鱼，我们不要使用面粉，最好使用玉米淀粉，这样沾上一层薄薄的粉，炸出来非常酥脆。把这个带鱼蛋放到淀粉里面，像这样蘸一下，蘸好之后抖一抖，把表面多余的粉抖掉，待会儿下锅炸就可以了。这样炸出来的这个带鱼外皮比较酥脆，里边肉质很嫩。如果不喜欢拍粉，喜欢吃干香一点的，将带鱼擦干水分，直接下锅炸就可以了。那样的话比较香，更有特色。把这些带鱼全部处理好之后这里要记住，拍完粉一定要抖干净了，不然炸带鱼的时候不好处理。把锅烧热，多倒一点食用油，开火把油温烧至70%热，然后依次下入带鱼，油温不能太低了。朋友们，视频看到这儿了，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感谢您的支持。下锅之后不要着急搅动，先炸30秒让它定型。定型之后用筷子翻个面，这样炸出来的带鱼外皮绝对是酥脆的。带鱼炸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先把它捞出来，将锅里面的油温再次升高，把带鱼下入锅中复炸30秒，这样会更脆，口感更好。差不多可以了，出锅。我们把炸好的带鱼摆入盘子里面，撒上一点我们自制的椒盐，或者是在吃的时候蘸一点椒盐，口感更好。这样一道美味的干炸带鱼就做好了，外皮非常的金黄酥脆，里边的鱼肉也非常的鲜嫩。如果喜欢吃干香一点的，我们不需要拍粉，直接干炸，那样的话味道又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最后和大家强调一下核心，关键就是这个椒盐最好手工来做，这样味道更香，更加的纯正。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我是小丹，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记得关注哦，感谢您的支持，拜拜，我们明天见。